叶晨并未注意到这少女眼神的变化，他将戒指收下之后，便重新看向那7名骁骑卫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们的英主就是想让你们来抢这枚戒指的吗？”一直回答叶晨问题的那个人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不瞒您说，这个我们也不清楚，我们收到的命令只是把他们2人送到瑞典，剩下的任何细节都没有向我们透露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又看向那个少女，四目相对时，叶晨将一丝灵气渡入她脑中，给她做了一个如实回答自己问题的心理暗示，随后才开口问她：“小姑娘，你对他们这个组织了解多少？”对这个少女，叶晨并不完全相信，所以为了确保自己不错过任何线索，他便打算用心理暗示，先把这女孩所知道的内容都套出来。虽说直接用心理暗示有些不太道德，但事关重大，叶晨此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。而且叶晨刚才也已经给这女孩打过预防针，打算在这一切结束之后，将今晚的记忆从这女孩脑中抹去，所以他到时候肯定也不会记得被自己心理暗示的经过。那少女被叶晨心理暗示之后，轻轻摇了摇头，认真道：“对这个组织我也没什么了解，这些都是我父亲当初招惹的祸端，我和爷爷都不是很清楚，我只知道他们一直想找到我和爷爷的下落，从我们手里抢到这枚戒指。”叶晨听到这里，心中不免有些失望。这几名骁骑卫本就不知道什么有价值的深层线索，而这个女孩也并不知晓。看来想得到关于这个组织的更多线索，还要靠将来慢慢抽丝剥茧。想到这，叶晨看着那女孩，又问：“你父亲是做什么的？”那少女回答道：“我父亲以前是一名武者，后来不知从哪得到了这枚戒指，于是就开始被那个组织追杀，最后没能幸免，死在了那个组织的手下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随即看向那7名骁骑卫，开口道：“如果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活下来，同时也让你们有机会报仇雪恨，你们愿意效忠于我吗？”7人里为首的那人苦笑道：“先生，您是有大神通的人，我们若是真能活下来，自然愿意效忠于您，并且愿意为您抛头颅洒热血。但是我们7人体内都中有剧毒，如果我们不回去服用解药的话，1周之内我们都会毒发身亡，就算是想为您效忠，也根本没有机会。”叶晨淡淡道：“只要你们愿意向我效忠，我自然有办法解了你们体内的剧毒，让你们从今往后都不用再受了毒素的威胁和困扰。”为首那人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先生，如果您真能解了我们体内的剧毒，我们愿一生一世效忠于您，如有半点忤逆，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另外6人此时也激动无比地纷纷表态。叶晨能够感受到这些人的激动与真诚，看来他们虽然已经摆脱了死士的身份，但心中对组织的恨意丝毫不逊色于那些依旧在最底层挣扎的死士。于是他淡淡道：“未来几个小时之内，你们的组织恐怕都不会再派人到北欧来了。你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尽快前往北欧首都奥苏城，抵达奥苏城最高峰的山顶，我会让人去那里接你们。”叶晨对奥苏城并不熟悉，也不想让这些人去市区集结，所以他便想出了奥苏城最高峰的主意。无论对这7名骁骑卫，还是对万破军，找到奥苏城最高峰应该都不算难。到时候自己可以直接让万破军去奥苏城最高峰把这7个人接上，直接带回叙利亚。这7人听闻这话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为首的那人便开口道：“先生，您希望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”叶晨淡淡道：“现在就出发吧，路上记得处理掉所有线索。”为首那人激动说道：“先生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吩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抓紧时间出发吧。”好，那人带着其他6人站起身来，7人一齐向叶晨深深鞠躬之后，他才说道：“先生，那我们就先行出发，
前往奥苏城最高峰等您的下一步指示。很快，得到叶晨赦免的7人便迅速离开了这套乡间别墅，驾驶来时的货车前往奥苏城。叶晨则看着眼前这祖孙2人，淡淡道：“2位，我要对你们的记忆做些调整，10分钟后你们会醒过来，到时候你们会忘了今晚发生的一切。我希望你们届时不要考虑那么多，抓紧时间离开北欧，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落脚。”少女与老者都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。那个少女看着叶晨，眼中带着别样神采，开口道：“我叫林婉儿，不知先生怎么称呼？”叶晨随口道：“小姑娘，我叫什么，你就不用追问了，毕竟很快你就不记得我了。”林婉儿看着叶晨，坚定又认真地说道：“不记得归不记得，但至少还能在某个时间段内记得。”说着，她看向叶晨，反问道：“既然我很快就会忘掉，先生你又有什么顾虑呢？”叶晨微微迟疑片刻，随即也没多想，坦荡地说道：“我叫叶晨。”叶晨，少女重复了一遍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好奇地问：“叶先生应该是华夏人吧？”叶晨点了点头，淡然道：“没错。”少女微微一笑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你的恩情我会尽量记住的，将来如果还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加倍报答。”叶晨轻轻摆了摆手，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不必了，我救了你和你爷爷，你送了我一枚戒指，我们之间两清了，希望你们祖孙2人将来能够平安。”说罢，他大手一挥，些许灵气渡入2人体内，那老者几乎瞬间便失去了意识，林婉儿也紧接着闭上了眼睛。叶晨见2人已经失去知觉，便用灵气抹去了2人的记忆，随后一个人走出这套乡间别墅，快步离开这里，返回海伦娜在伯根的行宫。他走后10分钟，那老者率先苏醒过来，眼见面前一片狼藉，还有一具陌生的尸体，他顿时大惊失色，再一看小姐也趴在书桌上不省人事，便连忙冲上前来，紧张地喊道：“小姐！”林婉儿忽然睁开眼睛，她看着老者，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“你醒了。”老者慌张不已地说道：“小姐，我脑子好像出问题了。我记得您让我安排人收拾东西，抓紧离开北欧，可我不知道怎么就昏迷了，而且我感觉好像记忆里缺少了一部分。”林婉儿点了点头，淡淡道：“感觉记忆有缺失，是因为有人抹去了你的记忆。”老者听得目瞪口呆，脱口道：“真有人能抹掉别人的记忆？”林婉儿嗯了一声，感叹道：“是啊，他还想把我的记忆也一起抹掉。”说到这，林婉儿忽然嘻嘻一笑，咂嘴道：“啧，不过很可惜啊，他失败了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